贼老天，区九霄神雷也想阻我长生大道，给我！300年了，整整300年。 辟谷吃土，天天被仇家追杀，夜夜防着师门算计。如今我总算熬出头了。这下飞升，怎么着也能混个瑶池编制，每天喝琼浆玉液，骑着山鹤四处溜达，找几个仙子探讨一下长生大道了吧？还愣着干什么？新来的。 把你的接引金光收一收，晃到本座的眼睛了。穿上碧尘裙，拿好刮泥刀，去丁字号第362号宫位。今天是这批大造化交光的最后期限，完不成500个合格凡人的邓娥，本座就把你扔进八卦炉里，重新提炼仙气。娘娘，小仙乃是下界剑修，主修太上忘情剑道，一剑可破万法。这搓泥巴的活计是否有些专业不对扣？ 剑修，去年飞升了1800个剑修，本座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剑修。若不是看你神魂稳固，手脚还算健康，本座早就把你打发去凌霄宝殿洗马桶了。天庭如今仙满为患，能分到造化房当个实习创世神，已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少废话，上工！不管了，天下大道殊途同归，捏泥人和炼剑想必是一个道理，讲究个形神兼备。 宋阿平，小仙在。娘娘，这是小仙结合了大道至简的理念，倾情打造的第一个凡人躯壳，请娘娘检阅。你管这叫凡人？娘娘明鉴，凡人生活艰苦，种地打猎颇为不易。小仙特意强化了他的左臂，此乃天然翻地铲。粗壮的右腿可以保证他在遇到猛兽时一脚将其踹飞。 至于嘴巴，凡人总是祸从口出，且吃饭浪费粮食。小仙将它设计成了直接吸收天地日月的灵气体质，岂不是一劳永逸？放肆！凡人之所以凡人，便是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你这捏的是什么妖孽？还有，你看看你捏的这五脏六腑，你把心肝脾肺肾全揉成了一个球，塞在他的屁股里，是什么意思？娘娘，小仙认为心脏基于胸腔，太容易被敌人刺穿，只有转移到下盘才是保命的兵法呀。 本座告诉你，你若再敢自由发挥，今日的雷法池里就多一个位子，按照规矩重做，一根汗毛都不能差。内部构造、变陶体、盲肠一样都不许少。糟了，这……宋阿平，本座让你捏，但你没让你一个肿大的转陶体。你是想让这个凡人一出生就得风寒咽喉痛，连奶都喝不下，直接夭折吗？娘娘，这其实是个防物吞机关。你今天的指标翻倍1000个，完不成赤夺仙籍。哼！既然精雕细照完不成 KPI， 那就别怪老子开启批量流水线了。哼，道友，你要作甚？造化之功，须得心平气和，引灵气入指尖。心平气和屁！第一步，塑形。第二步，解肢。太上忘情，四肢百骸，给我拼！第三步，开窍。落。你这是造孽呀！
这位道友此言差矣，娘娘只说要交足数量，又没规定这泥人必须长得沉鱼落雁。你们看，此乃缩头遁地形，凡间猛兽多锁喉，没有脖子，猛兽怎么咬？这成活率绝对比你们那些细嫩肉的次品要高10倍。此乃六足飓风行，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跑路逃命，那都是风驰电掣，再也不怕赶不上饭点了。哈哈哈哈！简直荒唐至极！哪里来的下界土鳖，竟敢在女娲宫如此亵渎造化之道？你捏的这些东西，若敢放入凡间，那不叫繁衍生息，那叫做百鬼天行。那又如何？信不信本仙现在再去执法天神那里告你一状？赵公子是吧？你捏的这玩意儿好看是好看，但中看不中用。若是放去凡间，一阵风就能吹骨折了。这种废品才是对造化之道的亵渎。大胆！我这可是按照最高规格的天人像捏造的，你这满地烂泥也敢与我的杰作相比？相比？不，你这玩意儿连我这烂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你看吧，在下界的生存法则里，抗造才是唯一的真理，皮糙肉厚才能活到最后。吉时已到，准备开升仙井。所有仙徒听令，将你们捏闹的躯壳放入定神筐，由仙童统一收纳，投入井中。哼，你这些怪胎绝对过不了仙童那里的法眼，一旦被查出残次品，你就等着被雷劈吧！想查我的次品，那也得他们看得清才行。大隐隐于市之瞒天过海障眼法。小的们，去了下面别给我丢脸，遇到打不过的就跑，遇到跑不掉就刨坑，记住了没？快点，时辰快误了！要是耽误了凡间的降生潮，娘娘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你这个……总算是把这批残次品糊弄过去了。只要他们顺利调到凡间，我这第一天的试用期考核就算是勉强及格了。哎呦我的娘哎，漏底了，大漏底了，整整100个凡人躯壳啊，都没经过点化池的洗礼，就这么掉下去了。娘娘，小仙的皮要保不住了。哭什么丧？成何体统？完了，全完了！天条第327条，私自投放未检疫、未注册的活体生灵下劫，轻则剔去仙骨，重则打入九幽冥火中炙烤1万年。我这飞升第一天的铁饭碗还没端热乎就要砸了！废物，连个定神筐都端不稳。幸好这批躯壳尚未注入3魂7魄，只是死物。但本座还是要看看是哪个庸才，连烽火的符箓都没贴紧，竟让躯壳散落。昊天回光，水月显影，给本座回溯。这是障眼法，竟敢在女娲宫天庭种地使用下界那种不入流的障眼法，这等狂妄放肆是谁？给本座查出这些畸形秽物身上残留的是谁的法力气息。娘娘，小仙认得这粗鄙的切痕，是他，就是这个刚飞升的下界土鳖。小仙亲眼所见，他拿出一把焚间杀猪匠用的破刀，将珍贵的细发剁成了肉泥。这些妖孽全都是他捏出来的。下界剑修宋阿平，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娘娘容禀，小仙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天下苍生啊！众人皆知，凡间灵气稀薄，猛兽横行，小仙也是结合了下界摸爬滚打300年的经验，
对传统的凡人躯壳进行了大删级。娘娘请看，这是小仙研发的跑得快型号，6条腿，底盘低，抓地力强，无论是在沼泽还是山地都能如履平地。还有这个缩头扛贼型，彻底鄙弃了人类最脆弱的颈部结构，极大的降低了被一击致命的风险。这难道不是造福苍生的大功德吗？继续编。宋阿平，既然你这么喜欢下界，本座这就剥了你的仙籍，剔了你的仙骨，让你和这些破铜烂铁一起，永远留在下界。无命休矣！娘娘，祸事了！破天的大祸事了！何事惊慌？半个时辰前，凡间的天空突然裂开一个大洞，100个长相极度恐怖的东西像陨石一样砸进了下界南涉部洲的地界。不过是一些尚未点化的泥偶躯壳，待本座降下雷罚，将其劈成飞灰，收回即可。何须如此惊慌？不是泥偶，娘娘，他们全都是活的。什么？小仙对天发誓，句句属实啊！那些东西砸在地上，非但没有摔碎，反而还把南涉侧部洲最大的妖王吞天魔蛤给砸成了重伤。不仅如此，其中一个长着6条腿的怪物落地后立刻开始狂奔，速度快得连飞剑都追不上。他一边跑还一边啃食地上的妖兽尸体。还有一个没有脖子的怪物被一群猛虎妖兽围攻，那群妖兽愣是把自己的牙全崩碎了，都没能在他身上留下一个牙印。娘娘啊，凡间现在已经乱套了。凡人以为是天罚降世，吓得四处逃窜，妖族也连夜卷铺盖跑路。那些怪物不按常理出牌，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所过之处鸡犬不留啊！我捏的泥人不仅没死，还活了，还把妖王砸残了，这怎么可能？我就是个刚飞升的剑修。宋阿平，你区一个下界剑修，竟然阴差阳错地触碰到了造化法则。虽然造出来的是一堆不可理喻的孽障，但也算是变相证明了你神魂之中的确有着造化之资。难道这土鳖非但不用受罚，还要因祸得福，被娘娘看中收为亲传弟子了？但规矩就是规矩，你未经审批，私自创造未知物种，致使凡间大乱，按天庭律法，应即刻抹杀。不过，这些孽障体内蕴含的是纯正的女娲息壤。若本座用天雷将他们强行抹杀，必会引发天道反噬。你惹出的乱子，你自己去解决。即刻起，夺去宋阿平造化实习仙官之职，封印其太上忘情剑骨，抽其9×9的仙力元神。不要啊，娘娘！这罗盘名为寻溪定心盘，能感应到他们体内的息伤本源。只要你在他们100里之内，罗盘自会指引。这令牌是你的最仙印，也是你的功德簿。你的任务很简单，下界进行影级售后，找到你造出的那100个残次品，无论是用抓还是砸，务必将他们体内的息马本源全部回收进令牌之中。回收一个，解封你1分仙力。若能在1年之内将100个残次品悉数追回，本座便恢复你的仙级，正式录用你为女娲宫正7品仙官。那要是完不成呢？完不成，1年期限一到，若是令牌里的息上不满100之数，你体内的封印就会直接引爆，届时你将会化作滋养凡间土地的一坨肥料，永世不得超生。好了，废话少说，凡间每多耽搁1刻，那群孽障就多祸害1分。你大爷的规矩！村长，那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连山里的黑熊精都被他给吞了。不知道啊，半个时辰前，天上突然砸下个大火球，等烟尘散去，就爬出来这么个没脖子的怪物，连来收岁贡的黑熊精都被他一把给拖进土里去了。没有真气护体，要烧秃啦！想我堂堂飞升剑修，就算是被贬下凡，不应该是伴随着雷霆万吨，英雄般的砸出一个深坑吗？掉进这污水池是什么鬼设定？
天庭的降落坐标系统是外包给瞎子做的吗？吴伯1号，嘿嘿嘿，好儿子，快到爸爸的令牌里来，爸爸带你重返天庭。这个从粪坑里爬出来的是疯了吗？竟然叫那个能生吞黑熊精的怪物儿子！警告！警告！检测到危险分子。儿子，别怕，别怕，只要吸一下就行。不是，老子为了捏你，连仙籍都丢了。你娘的，看到老子就像看到鬼一样刨坑跑了。你的太上忘情剑意去哪儿了？你的血性呢？你给我出来！冷静，宋阿平，你要冷静。啊，这哪里是搞售后？这他娘是在玩地狱难度的抓捕游戏啊！这位高人，敢问高人，方才那一口吞了黑熊怪的怪物，可是被您的一身浩然正气给逼退了？浩然正气，老丈，若是我说我是9天之上的剑仙，那怪物是我捏出来的不孝子孙，你信吗？信！高人能从天外陨石砸出坑里毫发无损的爬出来，又施展了传说中的金蝉脱壳的神通，自然是天上降下的神仙。快，二狗子，快去打上那套过年才穿的干净袍子，给神仙拿来。女娲娘娘这下手也太黑了，9成9的仙力全给抽干了。现在我这具身体，除了比寻常凡人扛揍一点，力气大一点，跑得快一点，跟个坟间的武夫有什么区别？连天庭的法宝也是残次品吗？东方偏北，距离大概50里。这个光点移动缓慢，显然是在步行，正好拿它开刀，先解封我1%的仙力再说。万妖林，名字起得倒挺唬人，灵气稀薄的连根灵草都长不出来，能有什么大妖？太上忘情，拔剑士。这是鬼面猕猴，这种低阶群居妖兽，在下界不是早就被散修抓去炼丹绝种了吗？晚辈宋阿平，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敢问前辈尊姓大名，可否现身一见？啊！这东西是我捏的？临兵斗者，
这是凡间道士最基础的烈火咒指诀，他从哪里学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力出奇迹。不管了，既然碰上了，趁他现在刚打完一发，灵力匮乏，直接把他收了。二宝，是爹啊！你看，爹手里拿的是什么？是能带你回天庭吃香喝辣的宝贝。快过来，让爹用这牌子在你脑门上敲一下。疯子，这群泥人全他娘的是疯子！打不过，根本打不过。这货的灵力攻击好像没有上限，结印又快得离谱，只要靠近他10丈之内，绝对会被炸成渣渣。硬的不行，看来只能智取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剑修，绝不拘泥于手段。既然气息暴露会挨炸，那就用泥巴御隐身法掩盖掉身上的修仙者清气。怎么不跑了？难道是灵力耗尽了？好机会！这是水林毒蟒啊！毒液要是喷上去，这残次品绝对会被化成一滩真正的烂泥。那到时候我拿什么回天庭交差？拼了！野畜，休伤我儿！水林毒蟒属阴寒，鳞片坚硬，但惧怕极致的穿透攻击。它的7寸虽保护严密，但下颚处有一片逆鳞，那是他全身唯一的软肋。就是现在！不想死就听我的，用你的第3只手抽取地下的金锐之气，另外2只手结破甲咒，快！给我往他下巴那块白色逆鳞上扎，狠狠的扎！行了，二宝，别硬撑了，这凡间的灵气太驳杂，你的躯壳承受不住的，回令牌里养着吧。等老子攒够了功德，回天庭重新搞点高阶西骂，把你捏得威风一点。舒服，太舒服了。5个，还是组团的，见鬼了！这群泥巴成精了，还懂得拉帮结胖了。兔崽子们，给爹站住！想当年，老子御剑成风，朝游北海沐苍蒲，瞬息万里，连气都不带喘一口的。现在倒好，
解封了1%的仙力，竟然连辟谷的境界都达不到，才跑了50里路，凡人的肉身就扛不住了。竟然跑进了人族重镇。好浓郁的幽冥鬼气，看这浓度，起码是有一尊鬼王级别的猎鬼在附近盘踞。城上的军爷，在下乃是游历四方的散修，路经宝地，盘缠耗尽，还望行个方便，开门让在下进城讨口水喝。去！城主大人设下群仙宴，正在府中招待5位法力通天的上仙，准备君城戒严，让任何人不得进出。你若不想被鬼将吸了阳气，就赶紧滚远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定星盘上那5个红点所在的位置，正好对应着这座封渊城的城主府中心。难道我捏的那5个连话都不会说的泥巴疙瘩，竟然跑到这城里冒充上仙，混上编制去吃席了？君爷息怒，在下虽然落魄，但也曾是剑宗正统传人，听闻城中有鬼物作祟，特来降妖除魔。城主大人既然设宴款待群仙，多我一柄降魔剑，岂不更是如虎添翼？原来是深藏不露的剑修仙师啊！仙师恕罪，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城主大人吩咐了，只要是能降妖的能人异士，皆可入府赴宴。仙师请稍后，小人这就命人带您进城。鬼将属阴寒，泥人是死物，没有阳气可吸。若是鬼将能帮我把那5个残次品打个半残，我岂不是能坐收渔翁之利，直接进去捡人头？这特妈是赴宴，这特他妈是鬼子进村扫荡吧？诸位上仙，菜肴可还合胃口？若是觉得不够，库房里还有3头刚宰的黄牛。上菜，快给5位护国法师上菜！这个蠢城主看不出这些是怪物吗？给他们穿上黑袍就当大仙供着了，还护国法师？不行，等他们吸足了血石，体内的西蜀本源复苏，就算有定心坛，我也压不住他们5个，绝对不能让他们吃饱。封渊城主，本将给你的3天期限已到，既然你不肯交出城中1000童男童女的心血，那本将今日便踏平封渊城，鸡犬不留。鬼将攻城了！5位上仙，救命啊！只要能诛杀此列，本城主愿将城主府宝库拱手相葬。打吧，最好把狗脑子打出来，老子今天就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装神弄鬼的东西，没有活人阳气，也敢阻挡本将的去路，九幽化血刀，给我死！扛住啊，兔崽子们，别被一地刀秒了！找死！干得漂亮，郝大儿，狠狠的揍，把他打成重伤，我就好收场了。一群没有灵魂的傀儡，真以为本将奈何不了你们吗？
幽冥勾魂阵，给本将抽干他们的魂魄。怎么可能？吸不动！你们的魂魄到底藏在哪里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世界？我要回幽冥界！啊！想跑，现在可由不得你了。太上忘情，以气御剑，孽障，给老子定！我操！你不打鬼将冲我来干什么？老子现在可是个脆皮啊！这是什么操作？自动组合护甲防弹衣？我当时瞎接枝的阵法缝隙，竟然能这么完美的扣合在一起！不！你不要过来啊！懂了，原来这群怪物刚才是被我的那一丝剑意给吓破了胆，开启了舔狗护主模式。念尔等护驾有功，今日便免了刀劈之苦，都给本座回令牌里待着吧。仙力直接恢复到了6%，虽然离巅峰还差得远，但在凡间，这已经是足以横着走的恐怖修为了。原来上神您才是真正的幕后高人啊！求神仙赐福封渊城，小人愿为神仙在城中修建生祠，日夜供奉。这凡间的售后服务似乎比在天庭打工还要爽啊！气聚成刃，吐息杀人，勉强算是恢复到筑基期大圆满的修为了。上仙，您醒了吗？小人斗胆为您备了些凡俗的早膳。上仙昨日大展神威，驱使5头护法神兽，碾碎千年鬼王，救我丰渊城数10万百姓于水火，小人无以为报。这些是库房里所有的积蓄，还有小人府中姿色最出众的女儿，愿终生服侍上仙左右，端茶倒水，铺床叠被。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本座修的乃是清净无畏之大道，红粉骷髅与我如浮云。不过城主这番庇护苍生的心意，本座就待天道收下了。城主，本座有一事需要你借凡俗之力去办。昔年本座在9天之上开坛讲道，有95件半身道气，因沾染了本座的极道真意，竟生出了灵智，化作肉身，遁入了这蓝色不知的茫茫红尘之中。道气化形，那是何等通天的手段！本座欲在丰渊城开宗立派，名为补天阁，广发英雄帖，招募南射部都所有的武道宗师散修游侠为外门弟子。他们唯一的宗门任务，就是替本座在整个凡间界寻找那散落的95件化形道气。上仙可是要布下天罗地网，将那些神物一一寻回。小人这就去草拟悬赏令，只是不知那些化形道气长什么模样，可是如同昨夜那5尊护法神兽一般威武雄壮。城主啊，你要记住，真正的极道之物往往不拘泥于凡俗的皮囊，他们有的可能没有头颅，有的可能长着8条手臂，不要被他们那看似荒诞的外表所迷惑，那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终极体现。上仙真知灼见，小人受教了，小人这就去发补天令。仙师，
俺们兄弟几个在800里外的黑水镇给您寻回了一件大道之器。果然是五色熙攘的气息。这是我当初为了试验防御阵随便捏出来的废品7号。你们是在何处发现此等凶物的？先是您有所不知，那黑水镇的李记包子铺最近生意突然火爆，俺们兄弟几个觉得蹊跷，又去夜探后厨。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怪物被那黑心的包子铺老板锁在案板前，8条手臂就像发了疯一样，一炷香的功夫就能揉出上千斤最上等的面团。那手法，那力道，简直是电点界的祖师爷降世啊！俺们本想直接将他带走，谁知这怪物护食的很，他似乎把那案板上的面团当成了自己的本命法宝。俺们刚一靠近，他那8条手臂瞬间化作漫天残影，抓起案板上的生面团，就像暗器一样朝俺们砸来。那面团被他揉得比铁疙瘩还硬，一团砸在俺兄弟胸口，直接砸断了3根肋骨。俺们费了9牛2虎之力，又往他嘴里塞了10斤下了蒙汗药的五花肉，这才勉强把他扛回来。很好，大道隐于世界，这正是本座这道器入世修行的法门。你们兄弟几人立下大功，明日起正式升入补天阁内门，传授长青吐纳诀。行了，别紧张，跟我回天庭吧。至少在上面，没人逼你一天揉1万个薄饼。照这个速度，不出半年，我就能凑齐100个功德殿额，重返天庭，拿回我的琉璃玉骨了。短短3个月，通过补天阁的势力，又陆陆续续收回了13件奇葩道器，而我体内的仙力也随之解封到19%。现在不仅能熟练的御剑飞行，更能施展出一些小范围的阵法和高阶法术。殊不知，一股来自9天之上的杀机正悄然逼近。阁主，10万急报！10万大山深处的悲鸣岭发现了大规模的灰群踪迹，足有10几尊之多。这群没脑子的烂泥竟然懂得安营之寨，甚至开始军事化转礼了。阁主，那地方现在成了10万大山的禁地。方圆100里的妖兽全被他们抓去当了苦力，每天给他们挖掘深山里的灵矿废渣。我们派去探查的3支精锐小队，还没靠近山腿的道器，用巨石给砸成了肉泥。传令下去，封锁悲鸣岭100里地界，不许任何人靠近。本座亲自走一趟。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那个大头控制住，其他的都是没有灵魂的打手。太上忘情，剑开天门！孽障们，玩过家家的游戏该结束了，乖乖跟我回天庭！呵呵，还懂得结阵抗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挣扎都是徒劳。这是天庭的神霄钢雷。下界最仙宋阿平，天庭南天门镇守，巡天灵官雷鸣在此。雷鸣神将，小仙宋阿平正奉女娲娘娘法旨，在此回收造化遗物，不知神将降临有何指教？哼，宋阿平，你还敢提女娲娘娘的法旨？你私造这等污秽畸形之物，本就让天庭蒙羞。女娲娘娘仁慈，与你下界补过，但你这数月来竟然在凡间私设教派，蛊惑凡人将这些怪物当成大道之器供奉祭拜。你可知，凡人的香火念力已经顺着这些怪物的体内吸查，污染了天庭的造化气运了？
完蛋了！我只想着怎么快速找泥巴，却忽略了凡人的香火念力是能够沟通天地的。这等于是把天庭那些古板仙人们的脸按在凡间的茅坑里疯狂摩擦呀！玉帝震怒，法旨已下，即刻抹杀所有畸形秽物，将这方圆百里沾染了污秽气息的凡间山脉彻底从南涉部洲的地界上抹去。至于你宋阿平、杨凤，因为污染天道，罪加一等。本神香今日便要将你抽筋拔骨，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神将息怒，这里面有误会啊！这些泥体内有女娲娘娘的息场，若是强行用雷法抹杀，会引发地脉崩塌的。区凡间地脉崩了便崩了，天庭的颜面岂容这等秽物玷污？九霄神雷诀，天罚灭世！疯子！这群天庭的老顽固都是疯子！没办法了，只能拼了！太上忘情，舍生剑平！太朝神雷！去他的天庭颜面，去他的规矩！老子捏出来的残废品，也是老子的心血，轮不到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老顽固来指手画脚！兔崽子们，给爹撑住！爹今天带你们逆天屠神！蝼蚁望天，不知死活；区下界凡胎，也妄图撼动天威，给本将化为飞灰！不能硬扛，大头，把防御阵型撤了，给老子挖坑，把山体里的赤铁矿脉全给我刨出来。雷电属阳，地气属阴，把这雷引到地底下去。太上忘情，卸甲！就是现在！看到了吗？高高在上的神将大人，只要学好物理，神雷也得给我下地干活！邪魔外道，竟敢用凡间浊气污秽神雷，本将看你们能躲过几次！谁说老子要躲了？兔崽子们！爹今天教你们一招下界散凶的搏命打法，万物皆可为剑。抛石机6号，给老子上弹！放！这怎么可能？那剑意纯纯，但发动的载体竟是几块毫无灵气的凡间烂石头。千足7号，给爹冲锋！大风车剑法，息壤狂舞。宋阿平，你这不知廉耻的孽仙，你彻底激怒本将了！本将今日便以真身下界，亲自将你们这些凡间的泥巴碾成粉末！
蝼蚁，颤抖吧！不好，快散开！想杀他们，先问过老子手里的剑。匹夫撼树。不堪一击，女娲娘娘怎会把西马交给你这种胚子？这些玷污了天庭气运的秽物，今日必须彻底抹除，连一粒尘土都不能留下。住手！想忽悠的货，老子先收了他们。冥顽不灵，女娲娘娘的法器也是你配用的。不要！完了，法器已毁，我看你还能拿什么护着这群烂泥？受死吧！这是一群污秽之物，真以为靠数量就能战胜神明吗？滚开！你这恶心的臭虫！气杀我也！九天雷狱，给我锁！实力差距太大了。难道我宋阿平300年苦修，最后就要带着一群泥巴疙瘩死得这么窝囊吗？造化之极，不在形之完美，而在魂之不屈。以血肉为泥，以执念为骨，方可重塑乾坤。天不容我，我便逆天。给我容！给我轰碎那雷狱！这是什么邪术？邪术！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大造化！东拼西凑的破铜烂铁，也敢在本将面前卖弄，神霄极法，破军！来得好，大风起兮，给老子锤他！找死！
面点大师接客。松手！你这污秽的东西！右勾拳，大逼都准备。我的个乖乖！阁主他老人家竟然操控着一堆泥巴，把天上的神仙给扇飞了！痛快！300年了，老子在下界天天被追着砍，飞升了还要被你们这群天庭老古董指手画脚。今天老子就要砸了你们的规矩！神将大人，别装死了，我知道你们天庭的神仙皮厚，起来继续。宋阿平，你真的该死啊！本将宁可损耗1000年奥行，也要将你这蝼蚁连同这片10万大山彻底从3界抹除。天道无极，神威如月，开9天灭世劫眼！毁灭吧！连同你那可笑的泥巴！玩大了，既然逃不掉，那就干票大的。老子就算死，也要在这天庭的脸上留下一道永远抹不掉的疤。这疯子要干什么？用那团泥巴去挡天罚劫眼，简直是螳臂当车！给我接通地脉，有多少给我抽多少！把这10万大山的脊梁骨给老子抽出来！剑修的最高境界是心中有剑，天地万物皆可为剑。疯了！彻头彻尾的疯子，竟敢用凡间浊气硬谋天道！还不够！老子的剑连天都能捅个窟窿！太上忘情散手，猴子偷桃！不可能！天道劫眼，败给了一招猴子偷题。宋阿平，你赢了这一招又如何？你依然要死，这些烂泥也依然要化为飞灰。本将要将你的神魂抽出，在九幽冥火中炙烤万年。滚开！小神雷鸣，叩见女娲娘娘法驾。这罪仙宋阿平蛊惑凡人，亵渎天庭，小神奉玉帝法旨。闭嘴！造物之极，不在其形，而在其魂。本座当年脱土造人，赋予他们完美的躯壳与三魂七魄，本以为那便是造化的极致，却不想今日在这凡间，竟见到了另一种可能。宋阿平，你可知罪？小仙知罪，小仙手艺不精，捏出了这些残次品，但小仙不认错，因为他们比天上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更懂得什么是人。你很狂妄，但你的确做到了连本座当年都未曾完全参透的事。传本座法旨，宋阿平下界收造化遗物有功，却阴差阳错与护道真灵，即日起免去宋阿平天庭仙籍，赐其镇守南摄部洲之责。这31个土灵便交由你继续教化。
至于玉帝那边，本座自会去分说。雷鸣，滚回皇庭去吧。哈哈哈哈！去他的铁饭碗！老子在文间当妖王，带着兄弟们吃香喝辣，不比在天庭洗茅房香100倍。老子在下界被追杀了300年，做梦都想飞升天庭躺平享福，结果到了天上才发现，那里只有冷冰冰的规矩和一群高高在上的泥菩萨，反倒是在这充满了浊气的凡间，老子这颗太上忘情的心才算是真正活了过来。去他的完美造化！这残破且热闹的红尘，这群丑陋却忠诚的怪物，才是我宋阿平真正的逍遥大道。